为诱惑闺蜜弟弟，她夜里睡觉不曾闭门，不时散发着轻柔的吟唱。男孩的决心却异常坚毅，他的目光在她身上短暂停留，便压抑住心中的欲望，转身离去。佐和子对此丝毫不放在心上，只是将湿润的指尖轻触于唇边，轻蔑地笑道：“短暂的忍耐又怎能持续一生？”一晨餐桌旁，佐和子俯身靠近男孩，低声问道：“佐叶，你看到了吗？他这么做不是出于爱慕，而是为了报复，向那个所谓的挚友复仇。”时间追溯至1周前，约定共度未来的恋人突然离世，之家带着悲伤参加了男友的葬礼。雪斗，他最深爱的人，不明所以，泪水却怎么也流不出来。就在此时，一个他不愿再见的人出现了。前同事深井佐和子，之家内心鄙夷他，心中自语，在他眼中，佐和子是那么的平凡无奇。然而，这样的女人竟与他心中的太阳雪斗相恋，之家如何能够接受？因此，他决定采取行动，从佐和子身边夺走了雪斗。但喜悦未持久，雪斗却突然离奇死去，连最后一面也未曾见到。官方说是发生了事故。第二天，不知情的同事们纷纷向之家抱怨，佐和子明明知道你们在一起，却仍旧纠缠不休。他这种跟踪狂，竟然还有脸出现在葬礼上。之家只能尴尬地笑着，表示不介意，赢得了同事们一致的赞扬。下午回家途中，之家突被一名记者截住，他想探听雪斗死亡的详情。之家显然不愿多说，在推搡中不慎跌倒，正巧高中同学大辉恰逢其会，成功驱散了滔滔不绝的记者。与此同时，热爱素描的弟弟偶遇佐和子，只是一瞥，庄平便对老师新带的模特着迷。他绘画的专注比往常更甚，连老师都夸赞他今天的作品格外出色。佐和子则主动握住他的手，称赞不已。庄平感受着手心的温柔，目不转睛地一直看。次日，之家接到佐和子咖啡馆的邀约，然而面对面坐下，佐和子却沉默不语。在这越发异样的气氛中，之家急忙道歉，认为自己不该夺走雪斗。佐和子看似漠不关心，坦然表示一切都是雪斗的决定。他接着说道：“我真正喜欢的是你。”佐和子透露，自己被公司解雇后，目前靠临时工作勉强为生。不幸的是，他的公寓突发火灾，由于父母早逝，所以他无处可去。听闻此事，之家立刻提出自家有闲置房间，可以搬来同住。于是佐和子名正言顺地搬入，两人表面笑容满面，心情看似愉快，但之家心知肚明，他们远非朋友。他对佐和子好，仅是内疚难以释怀，仅想逃离内心的痛苦罢了。弟弟却乐不可支，未曾想到昨日钟情的女孩，今日便搬进了自家。更出乎意料的是，佐和子之所以来，正是为了他。深夜，庄平因尿急起床，却意外听到佐和子房间传来奇异之声。刚至门缝，一波炽热的荷尔蒙气息扑面袭来。短短时间内，庄平感到力不从心。他离开后，房内的佐和子缓缓举起他的素手，目光紧紧锁定在无名指心天的戒指上，正是之家记忆中雪斗预赠之物。次日清晨，餐桌旁，佐和子似是无意地靠近庄平，他轻声细语地开口：“昨夜的自娱自乐，你应该看得一清二楚。”突然间，她是如此放肆无礼的少女，一手推倒了她的好友弟弟，毫不犹豫地跨了上去。这样的行为实在过于霸道。自从入住之家，佐和子便开始了她精心策划的复仇。首先以甜言蜜语迷惑庄平，然后使用诡计在庄平的学校占据了一席之地，紧接着是无休止的挑逗。看准时机，佐和子泪眼婆娑地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，讲述了一段被夺去的爱情。最心爱的人被他人夺去，听闻此情此景，庄平感到愤慨，觉得那人实在不可饶恕。但佐和子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自嘲是个无人问津的女子，看着她那可怜兮兮的模样，庄平心中不禁升起一股强烈的保护欲。正当他欲言表白之际，姐姐却不合时宜地推门而入。佐和子见状，也立刻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面对姐姐的追问，庄平将佐和子的情况如实相告。直到此刻，之家才真正感受到了佐和子笑容背后隐藏的深沉情感。次日，在教室里，佐和子缓缓脱去外衣，任由众人欣赏，目睹着那带着妩媚之态的女子。庄平突然冲出了教室，他再也忍受不了，无法忍受佐和子在众目睽睽下暴露身体。面对密友星夜的质问，庄平选择沉默，仅表达了想要一人静静的愿望。下午准备回家，庄平忽然听到杂物室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推门一看，他惊愕万分。佐和子竟与老师共论战略，他没有时间多想，直接上前将老师推开，紧紧拉着佐和子往外逃去。但在门口，佐和子却停步，他说这是他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，嘱咐庄平先回去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庄平听后，立刻将他紧紧拥抱，泪眼婆娑地倾诉着对佐和子的深情，并誓言以后绝不允许他说无人相爱。两人随即一起步行回家，环顾四周，确认无人注意。庄平急不可耐地把佐和子推到墙边，热情亲吻。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。面对庄平的话，佐和子沉默不语，只是牵着他的手，默默步入卧室。他的手指上再次闪耀着那枚戒指的光芒。而在另一处，清晨出门上班的之家接到了闺蜜明乃的消息，明乃告诉她，她也被询问了有关雪斗的事，之家为此深感歉意。没想到连不相关的朋友也被牵连其中，他立刻安慰明乃不必担心，但明乃离开时脸色显得格外阴沉。难道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？从高中开始，他就是之家的挚友，每当自己陷入困境时，之家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因此在明乃心中，之家永远是最善良的人。下午回家的路上，
之家再次被那个记者拦截。这次他们不仅提及了雪斗的事，还直接关联到了高中时的纵火案，暗示这2起事件的受害者似乎都与之家有紧密的联系。之家不知如何是好，频繁的偶遇，加之大辉的警察身份，让之家不由自主地生出猜疑。他立刻明确了自己的立场，坚称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，请他们不要再浪费时间。但大辉突然话锋一转，表白自己从高中起就暗恋之家，跟踪只是为了更多的了解他，不愿他再承受悲伤。面对这番表白，之家直接拒绝。他说自己现在没有接受爱情的权利，所以他们以后最好不要再见面。回到家里，注视着忙碌的佐和子，之家的内疚更甚。对于雪斗之死，真正伤心欲绝的是佐和子。在佐和子找到幸福之前，之家认为自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与此同时，就在他们分开不久后，大辉正在与那名记者密谈。在家中，弟弟也找到了父亲，想要谈论一些关于佐和子的重要事宜。在那一刻，本集的结尾揭示，佐和子重返了公司的岗位。根据下一集的预告，在处理了弟弟的事情之后，佐和子似乎将计划转向了自己的父亲。女孩看到自己的男朋友被好友夺走，一怒之下反手就夺去了那位闺蜜的弟弟。接着，她的目光转向了闺蜜的父亲，她发誓要夺走之家所有真实的人和事。对此，之家完全没有意识到。为了安心，他还特别推荐佐和子回到公司工作。在另一方面，体验了兵法的乐趣之后，庄平的思绪一直无法平静，尤其是每当见到佐和子时，他眼中的炙热情感无法掩饰，但不明所以的。自那次事件后，佐和子对他变得冷淡许多，不再邀请他讨论兵法，甚至连最基本的交流也没有了。这让初尝甜头的庄平难以接受，整个人几近崩溃，因为佐和子而痛苦万分，甚至他最喜爱的绘画也无法激起他的任何兴趣。那天，他的情绪中达到了爆发的边缘，他主动叫住佐和子，大声表白自己的爱。起初，佐和子并没有拒绝，这让庄平稍感安慰。但正当他准备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时，却被佐和子拒绝了。对不起，烦躁的庄平变得更加焦虑。第二天，他以生病为由向学校请了病假。同时，之家又一次被那名记者纠缠不清。记者表示，因为你拒绝回答问题，他开始四处打听你的消息，但不论他询问谁，大家都说你是个非常好的人，甚至还有人提到你在高中时对老师也很尊敬。当那位老师误会了你的好意时，你却澄清这不是喜欢，不要误会。而雪斗与你分手，似乎也是因为你八面玲珑的性格。听到这些，之家无法再保持冷静，他想知道这些关于和雪斗分手的事，他是如何得知的。就在这时，大辉又准时出现了。看到记者似乎还有话要说，大辉迅速走上前，摇头示意不要继续。之后，之家向大辉坦诚，这一切都是由他造成的错误，他不该介入雪斗和佐和子之间。大辉想要抚慰之家，但经过一番犹豫，他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安慰。之家本想伸出手，却突然改变了主意，手又放了下来。同时，他们的这一系列动作被桥上的佐和子看在眼里。晚上，庄平通过朋友新亚得知了佐和子的账号，他在账户中翻找，竟然发现了姐姐已故男友雪斗的照片，这让他立刻联想到佐和子曾提到他有过一段失去的恋情。难道说第二天之家一到公司就接到了好消息，他被指派为下个项目的总负责人，如果能顺利完成，对他的未来大有裨益。明乃得知后也感到非常高兴，尤其是因为在众多可选之人中，之家首选了他，这让明乃从心底里感到开心。他终于有机会帮助之家了。于是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工作尤其努力，经常独自一人工作到深夜。当他正专注于电脑上的提案时，佐和子突然出现，首先是简单的称赞了他的设计，接着突然转变话题，表示已经没有时间修改了，这让本就不太自信的明乃更加自责。第二天，之家和明乃遭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，简直让人难以置信，他们居然拿着抄袭的作品参加竞标。之后，在公司的天台上，愤怒的之家第一次冲着明乃说了些重话，他明明只需稍加思考就能明白。到了晚上，之家突然收到明乃的一条短信，表达了衷心的感谢，感觉到事情不妙，他立刻拨打电话。电话接通后，两人互诉衷肠，回忆起了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。最终，在电话挂断前，他们约定明天抽时间好好谈一谈。不久之后，之家又接到一个陌生来电，电话中提到了高中时期的一场火灾，被救出的那人名叫原田月惠，是那位仅仅在本校就读3个月的新生，她是个朴素的长发女性。在另一处，佐和子忽然出现在明乃旁边，说了些什么令明乃难以置信的话。男孩只打算做热身准备锻炼，而女孩却不耐烦，直接推倒他，催促着快点开始锻炼。就在不久之前，由于同事明乃的突然去世，作为最后一个联系人的之家被警方问话。尽管此事与他无直接关联，但同事们私底下却议论纷纷，认为是他给明乃的压力太大，导致其跳楼。此时佐和子低下身，满脸关切地说，今天就早点回家休息吧，剩下的工作由他来完成。然后佐和子认真地看着之家，安慰他不必担心，不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会支持之家。回家时恰好看见大辉与记者交谈，那记者看起来十分激动，谈及之家身边已有3人相继去世，不由得让人觉得有些异常。但大辉坚称此事与之家无关，反倒是让记者去查一名叫原田月惠的女子。
说在高中那次火灾中，他比自己到得更早。由于美术室没有其他出口，所以月会很可能与此事有牵连。在此同时，之家的父亲接到了下属发来的短信，内容关于正在调查公司资金循环的事宜。这时，佐和子忽然走过来说有事想讲，但还没开口。刚回家的庄平就邀请佐和子到屋里谈谈，询问是否是因为自己的姐姐夺走了她的男友，问她是否很恨自己的姐姐。佐和子轻轻摇头否认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之家是非常重要的人。庄平显然不相信他的话，直接走上前拥抱佐和子，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都会站在他这边。次日，之家的父亲将佐和子叫到办公室，询问他昨晚想说的事情，而佐和子却默默地关上了门，然后意味深长地提到他曾听雪斗说过，他们似乎一起做过一件不妙的事。听到那番话后，之家的父亲感到震惊，急忙追问他是否对外透露了这件事。在确认他尚未告诉他人后，他才稍微放心了一些。晚餐时，全家都在试图安慰之家，让他不要自责明乃的离世。此时，庄平却带着讽刺地说出了无风不起浪的话，质问姐姐怎能在伤害他人后依然若无其事。听到这话，父亲勃然大怒，当场拍桌子与庄平争吵起来，父子俩争执愈演愈烈。佐和子却像没事一样静静地吃着晚饭。饭后收拾东西时，他才对之家的母亲说出了安慰的话，告诉他不必担心，家庭的感情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受到破坏。之家的母亲听后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扑进佐和子的怀里痛哭起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辉在前往可学园高等学校的路上查看记者发来的信息，佐和子突然出现，请求大辉送他去公司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肆无意地撩了撩头发，这个动作让大辉感到非常熟悉，他开始怀疑佐和子就是月会。想到这里，他立刻上前拦住他，逼问他接近之家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，你在做什么？同时，在公司里，之家无意中发现了佐和子笔记本上的挂件，正是他不久前亲手送给明乃的那个。下班后，大辉约他见面。当之家看着手中的照片时，他立刻回想起了这个名叫原田月惠的女孩。记得高中时，月惠因长发而经常受人欺负，最终是自己站出来保护了她，还曾夸赞她的长发既长且美。这时，大辉突然提出了疑问，问之家是否考虑过佐和子可能就是月惠。尽管他们的面貌不同，但是身上散发出的气质却惊人的相似。听到这些，之家感到极度不安。如果大辉的推测是真的，那么现在的一切与高中时的事情就有了联系。他不禁感到这可能是自食其果。听到他这样自嘲，大辉立刻安慰他，这不是他的错。但之家打断他，坚称自己总是会本能地帮助任何遇到困难的人。他之所以行善，并非出于内心的善意，而是因为他喜欢扮演一个善人的角色。相比之下，一旦发现别人比自己过得幸福，他就会感到被遗弃，不自觉地产生了破坏他人幸福的念头。如果最初佐和子并未介入雪斗的生活，他或许根本不会对雪斗产生感情。因此，他自嘲自己无异于女版的曹操。在坦白了这一切后，之家带着伤感转身离开了。然而，大辉突然快步追上，紧紧拥抱他，并坦白了自己的过错。他承认高中时因嫉妒他与老师的关系而暗中拍摄了照片，并加上了一些捏造的内容上传到了网络，这才导致了老师的自杀。因此，他自认也是那次事件的肇事者之一。他告诉之家不要一味自责，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阴暗面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听到这番话后，之家竟然直接吻了上去。不久，两人便来到了酒店。接下来的情景变得更加激烈。尽管面对着大辉，之家心中想象的却是佐和子。与此同时，庄平和佐和子之间也有了新的发展。确实，夜晚是锻炼身体的绝佳时机。就像之家一样，佐和子也将床下的庄平想象成了之家，两人借着对方的身体进行了一场灵魂深处的激烈碰撞。为了报复那个抢走自己男朋友的闺蜜，这个女孩每天带着对方的弟弟进行着身体锻炼。今天的行动尤其过分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两人开始在房间内锻炼，巨大的动静甚至引来了闺蜜的围观。当之家看到床上的佐和子，她整个人都惊呆了。等到佐和子离开后，她立即去找弟弟庄平，希望他能小心一些，不要再与佐和子深入往来。但此时的庄平怎会听她的劝告？在他眼中，姐姐才是不可饶恕的罪人，不仅夺走了佐和子的男朋友，还间接导致了同事明乃的死亡。然而佐和子却不同，她不仅带给他身心的愉悦，还无私地照料着他全家的生计。姐弟俩最终争吵后各自离去。在楼下，之家意外地发现了佐和子和自己父亲间不寻常的亲密，父亲甚至把废旧的电脑借给他使用。之家再也无法保持冷静，他晚些时候找到佐和子进行了对话，希望他尽快找到新住处并搬出他的家。佐和子沉默地点头，似乎默许了这个请求。但在之家等待佐和子搬走之前，第二天他目睹父亲被警察带走，同事们说是因为他挪用了公司的资金。看着父亲经过佐和子的工位时复杂的眼神，之家立刻猜测电脑可能出了问题。庄平也通过新闻得知了这一消息，他的好友新亚打电话来询问他的打算，庄平却冷笑着声称这是父亲自食其果，他打算离开这个家，并与佐和子一同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生活。他挂断了新亚还未反应过来的电话。在另一边，佐和子回家后发现母亲坐在地上痛哭崩溃，他突然大声呼喊，打破了往日的温柔，然后从包里取出几粒药丸递给了母亲，阿姨，吃了这个可以帮你冷静下来。不久之后，庄平来到他面前，向他描绘了自己的计划。
但无论发生了什么，佐和子还是经过几秒的沉思后拒绝了。他说现在有人开始怀疑他。正在这时，知佳和大辉一同走了进来，看着这个对家庭毫无忠诚的弟弟，知佳感到非常气愤。这时大辉拿出一些文件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，直接揭露了佐和子就是幕后人约会的事实。紧接着他质问他接近知佳的真正目的。庄平突然从椅子上拍桌而起，他要向佐和子证明他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心的，但力量不足，被大辉一把推倒在地。这时知佳也哭着恳求佐和子的原谅，承认自己夺走雪斗是错误的，他愿意提供任何补偿，但请他不要再伤害他所爱的人了。佐和子听后突然变得异常激动，一边向知佳靠近，一边否认。他接近疯狂的举止吓得知佳哭得更厉害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大辉立刻上前想要制止，庄平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身后，突如其来的他将一把长刀刺入了大辉的背部。知佳看到这一幕，哭声更加撕心裂肺。佐和子轻轻蹲下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然后毅然起身，不理会庄平的阻挠，直接离开了现场。场景突然转换，穿着鲜红衣服的佐和子站在海边，他将那些与知佳有关的物品一件件扔进熊熊燃烧的火堆。听说雪斗决定和知佳分手后，他在雪斗昏迷时将房间里灌满了汽油，接着点燃了熊熊大火。这个挂件原是知佳送给明乃的礼物，明乃虽面带微笑，背后却吐槽其丑陋，最终是佐和子从垃圾桶里捡了回来。而关于抄袭的事情，明乃也是存心为之。时间流逝，1年后，一个和雪斗极为相似的男人突然出现，而一无所有、深陷绝望中的知佳，尽管如此，依然选择坚强地活下去，因为他决心向那个女人复仇。高中女孩每天都要给男友3万块，男孩却不满足，甚至认为这还不够。你知道的是，他得到了男孩下次会带更多的承诺。男孩的脸色这才略显满意。新亚再次提起瑞希的家庭情况，询问他和继母相处的怎么样，这才是新亚真正关心的事情。回到1年前，佐和子离开知佳的家之后，遇到了对他宠爱有加的富豪，富豪甚至不惜花费巨资为他举办了一场私人画展。而相比之下，知佳的境遇就显得凄惨了。他因佐和子的陷害家破人亡，最终在一家夜总会变成了一名公关小姐。他的艺名意味深长，佐和子，这表明他并非自甘堕落，而是在伺机报复。当天下班后，知佳与新亚见面了。知佳告诉他今天遇见了一个酷似雪斗的男人，而且对方似乎知晓他们的过往，但他的真正意图尚不明了。两人又谈到了庄平。自从被捕后，他与任何人都无往来。新亚多次写信给他，但全都被退回。曾经的好友，共同梦想考入同一所大学，如今却天各一方。新亚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佐和子，于是他选择与知佳联手，独自一人俘获了那位富豪的千金心。与此同时，瑞希向父亲提出增加零用钱的请求，但父亲坚决不同意，这让瑞希感到非常愤怒。他质问父亲，为什么哥哥要钱时可以轻易给予，而自己却得不到同样的对待。父亲回答说，男女在金钱面前的角色是不同的，男人是要掌控金钱，女人则往往被金钱所控制，因此给女儿大量金钱会带来麻烦。瑞希当然无法接受这种歪理，但他不愿意因此而失去新业，所以当父亲外出时，他偷偷潜入他的房间，在保险箱中找到了1叠万元大钞，并悄悄抽出了10张。在另一端，画展现场，知佳被一个常点名的客人带来参观。佐和子见状立刻走了过来，好奇地询问知佳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，毕竟他的真名并没有对外公开。知佳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反而带着笑意称赞佐和子现在看起来很幸福。富豪过来时，知佳立即自我介绍，假装自己和佐和子是好朋友。富豪信以为真，临走时还邀请知佳下次到家中做客。佐和子看着知佳离去的背影，脸上露出了复杂深邃的表情，似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情感。第二天，瑞希再次使用老招，在取钱后准备离开父亲的卧室，却在门口遇到了已等候多时的佐和子。佐和子关切地劝他，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，建议他还是把钱放回去，并承诺会帮瑞希解决钱的问题。瑞希被这位新妈妈的好意所感动，乖乖地将钱放回了原处。但当晚回家后，父亲却严肃地追问他拿500万到底是为了什么。瑞希听后大为震惊，他根本没有拿那么多钱，自己只取了10万。几秒钟的沉思后，他猛地转头看向佐和子，心中明白是佐和子在背后搞的鬼，一定是他一定是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了。父亲却不相信这一说法，认定瑞希在污蔑佐和子。瑞希气愤至极，怒斥道，够了，我不会再待在这个破地方了。此时儿子优一走进屋内，富豪立刻变换了面孔，叮嘱优一玩乐是自由，但也要记得有事早点回家。优一对此选择了沉默，仅仅从冰箱里拿了些食物，便回到自己的房间。画面转换，意外的知佳出现在了优一的房间里。时间倒流至1小时前，在夜总会，优一注意到知佳手臂上的淤青，想起他曾提到有个家暴男友，出于对他的喜欢，便决定将知佳带回家中保护。我会一直保护你。看着桌上摆放的大笔现金，知佳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迅速松开了领结。小胖看到这一幕也不客气，一把抓起钱就是一阵狂秀，露出痴迷的表情。看到又一张大钞夹在大腿中间，瑞希解扣子的手速不禁又快了几分。转瞬间，一件白色小背心露了出来，但就在这时，小胖停止了塞钱的动作。瑞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个戴着面罩的男人向他扑了过来。瑞希立刻惊慌失措，抓起脱下的校服就想逃跑。
但他怎么可能是2个成年男人的对手？只见小胖一边录像一边下流的评论：“其实你也很享受这样，对吧？”因为500万的纠纷，瑞希与父亲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。他第一时间去找自己最爱的辛亚，但当辛亚听到他的遭遇后，立刻变脸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们再也不要见面了，因为你现在没钱了，我们在一起就没意义了。”瑞希急忙表示他会努力赚钱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辛亚听后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翌日，在富豪的另一座别墅内，那个调查之家的记者一边整理佐和子的衣领，一边愤怒地吼道：“都是因为你逼得太紧，哥哥才会自杀的。”这名记者原来是那位曾自杀教师的弟弟，这也解释了他为何之前一直纠缠之家的原因。经过仔细调查，记者意识到佐和子与事件脱不了关系。佐和子坦诚，他确实曾经警告过那位老师，质问他为什么要纠缠自己的学生，警告如果这事被公开，他将不仅会失去工作，还会被贴上恋童癖的标签，让他的家人也跟着遭受影响。他没想到那位老师如此脆弱，竟会选择自杀。记者听后愤怒至极，差点动了手，但最终冷静了下来，只是紧紧握拳，冷冷地扔下一句威胁：“我一定会找到让你后悔的方法。”说罢，他转身离开了现场。佐和子在安静的午后欣赏自己的绘画作品时，那个和雪斗长得十分相似的男人突然来访。面对昔日被自己害死的男人，他毫不惊讶，因为雪斗曾经提到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，并且他的胸前并没有这个痣，揭穿了假装。男人毫不掩饰，坚定地表示他会找出真相，亲手将他送入监狱，让他好好享受现在的自由时光吧。同时，在另一个地方，辛亚一大清早便带着瑞希来到预定的地方，指向路边的小胖，叫他陪他约会1整天。看到瑞希乖乖地走过去，辛亚立刻给之家打电话，告诉他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接下来就是故事开头的场景。就在瑞希快要被不法分子侵害时，之家突然冲进来将他救出。辛亚在旁边冒充警察，吓得小胖和同伙不敢动弹。之家随后带着瑞希安全返回，听了女儿的遭遇，并且早已认识之家，富豪立刻表示了感激之情。这时优一借机透露了之家无家可归的事实，富豪便表示可以暂时让之家住在他们家里，瑞希也同意了，作为对他的感谢。就这样，之家如愿以偿地留在了富豪家中。晚上，优一迫不及待地来到之家的房间，却被之家拒之门外。他说现在还没有准备好。然而转身之间，之家换上了新衣，敲响了富豪的房门，表示要为这几天的食宿支付费用。具体支付方式虽然不明，但很快豪宅主卧室内弥漫起了浓郁的荷尔蒙气息。同时，瑞希向辛亚发出了歉意的短信，他表示今天空手而归，感到十分抱歉，并承诺下次会更加努力。第二天，佐和子回到家中，正巧看见之家在忙碌地准备早餐，他只是淡淡一瞥，便迅速转身离开。之家立刻跟上去，佐和子警告他不要对这个家庭下手。听此话，之家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他反问佐和子当初是否听进了他的恳求，他是否知道自己这1年来是怎样度过的。在佐和子安逸度日的同时，之家每天都在寻找复仇的机会。那个曾经抢走她男友的所谓闺蜜，佐和子利用手段控制了之家的弟弟，又曝光了对方父亲贪污的证据，再利用弟弟出卖了之家的现任男友。一顿操作下来，之家周围的男性一个个落入了佐和子的圈套。1年后，佐和子变身为富豪的宠儿，虽未婚姻，却享有如太太般的奢华生活。而之家却陷入了公关行业的泥沼，他却把这段艰难历程看作磨练，不断提升自己的魅力和手段。现在的他已经能够轻易征服任何男性。当然，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复仇，目标正是富豪的年轻儿子。趁佐和子外出，他巧妙地引诱优一带他回到别墅。夜晚时分，他却拒绝了优一的进一步接触，反而敲响了富豪的房门。我之前不是告诉过你吗？富豪一边轻声劝说不可如此，一边伸手挽留即将离开的之家。之家回以一笑，悄然关闭了房门。夜过之后，富豪惊讶地发现之家的技巧远超佐和子。之家趁机对富豪透露，佐和子可能因为某案件正受到警方关注，继续与他保持关系可能不妙。听后，富豪立刻做出决断，直接前往另一处别墅与佐和子会面，告诉他2人的关系就此终结，并要求他尽快搬离别墅。富豪离开后，佐和子的眼眶含泪，嘴边却泛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之家的介入。回到家中的富豪舒缓地躺在沙发上，在儿子面前，他叫之家为他按摩。优一看着自己深爱的女人与父亲近乎亲密，完全不知道他们曾有过的私下交流，情绪爆发，质问父亲是否每见一人便无法自持。富豪立场坚定，斥责儿子胆敢如此无礼，不满则可立刻离开他的视线。而在另一方面，富豪的女儿因连日无法得到辛亚回复而焦虑，她前往辛亚常去的咖啡店寻找他。当瑞希出现，辛亚内心充满歉疚，因助之家复仇而使一名高中生陷入困境，让他为了计划陪伴男人出演电影。听着瑞希的连连道歉，他承诺下次将不会失败。辛亚面色凝重，言辞告诫，或许只有这种方式能让这天真女孩对他死心，却未料到瑞希对他的感情如此深沉，他宁愿与他同归于尽，也不愿分离。所幸被雪斗的哥哥及时拦截。目睹这一幕，辛亚和雪哥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之家赶到现场。辛亚立刻劝解他不应再牵涉无辜者，现已将佐和子驱逐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。但之家坚决不同意，他相信佐和子还有备用计划，此时断不可放松警惕。
与此同时，富豪公司突遭警方突击，他因贩毒罪名被警方带走。夜幕降临，优一愧疚地坐在沙发上，他向之家坦白，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今天佐和子暗示他，要得到心上人，必须先驱逐父亲。优一一时冲动，将捏造的证据交给警方，现在冷静后悔意上心头。归根结底，那毕竟是他的父亲。他看着自己的出现让幸福家庭变得支离破碎，之家开始考虑是否应放弃复仇，但对佐和子的仇恨却愈发强烈。瑞希最后一次给新亚打电话，他吐露了许多永别的话语，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新亚急切地在大街小巷寻找他的踪迹，终于在两人常见面的地点找到了满身是血的瑞希。与此同时，一名记者携带着蛋糕，准备给佐和子庆祝生日。通过调查，他发现了佐和子悲惨的身世背景，他的母亲几乎每年都要更换伴侣，每当母亲更换男友，佐和子就不得不跟随搬家和转学。在家中，他常受母亲的气；学校里则是同学欺凌的对象。唯一的支持者之家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但是他扭曲的性格让他无法容忍之家身边有其他人。一旦发现有人靠近之家，佐和子便会不惜一切手段排除这个威胁。在他繁复的情感世界中，嫉妒成了最为持久的情感。她的男友被最好的朋友夺走了，两人甚至在他面前接吻。但奇怪的是，他并不生气，反而显得高兴，因为这让他看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。就在1天前，之家遭到一个神秘人的袭击。当他再次苏醒，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，四周除了一个沾满血迹的背包外，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。他的呼救声也无人回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之家再次醒来，发现佐和子正趴在他面前，对着佐和子震惊的眼神。佐和子拿出一瓶不知从哪出现的水，他解释这是富豪为了躲避警察而建造的地下室，他也是被人抓来的，至于如何逃离这里，他也不清楚。然后不管之家是否相信，佐和子继续说道，或许我们两个的命运就该如此交织。他曾决心放弃一切，从之家的世界消失，却没想到最终又回到了之家的身边。之家接过佐和子递来的水杯，尽管不愿，但饥渴难耐，喝下水后还不忘对佐和子投去警惕的眼神。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开始信任佐和子。不久之后，之家闻到了一股奇异的气味，佐和子告诉他，那是人体燃烧时散发的气味。听到这话，之家立刻想到了之前火灾中去世的老师和学斗。难道这一切真的是佐和子所为？他心头一惊，惊慌失措地跑到墙角，边拍打墙壁边高声呼救。同时，在房间外面，新亚浑身是血地站在火堆边，凝视着手里那份豪宅的蓝图和记者的身份证明。稍作犹豫后，他决断地把他们扔进了火中。在另一处，佐和子向之家袒露了接近他的真正目的。他的童年因母亲频繁更换伴侣，而有了众多名义上的继父。这些男人与母亲无异，表里如一的面孔难以捉摸。他们总是趁母亲不在时，对他做出一些极端变态的行为，事后还威胁他不许告诉任何人。这让佐和子相信人人都有双重面孔。从那时起，观察人性成了他唯一的兴趣所在。高中时，他遇到了那位无瑕的人，那是唯一真正帮助过他的朋友。然而越是纯洁的存在，越容易吸引污秽，就如同虫子被火光所吸引。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位老师，他不过是个偷在更衣室安摄像头的变态。于是他决心要清理这害虫。当事实铁证如山时，那老师立刻跪地求饶，希望能逃过一劫。但佐和子怎会手下留情？在他眼里，那名禽兽哪怕只是多看一眼也会玷污之家，因此他步步紧逼，将他逼到了绝路，最终将他那肮脏的躯壳悬挂起来。此后不久，佐和子的母亲又嫁了新丈夫，因此他不得不跟随着转学。但他心中从未忘怀过之家。后来他母亲神秘失踪，解脱束缚的佐和子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之家。可他发现之家竟然对学斗情有独钟。为了证实学斗是否配得上之家，他开始秘密调查，发现他常以出差之名报销私人费用。但那时揭露真相无人会信，所以他选择了靠近学斗。他想，只要能得到他，就能引起之家的注意。当之家果然夺走了学斗，他感到无比的欢喜，每天都沉浸在幸福中，因为这证明了之家坦诚的一面。然而就在那时，学斗又突然出现找他。他说与他相处令人窒息，他似乎想要在之家和他之间游刃有余。可笑的是，这种人竟然还有脸说出这种话。他决心不能再让他继续对之家造成伤害，于是他亲手解决了学斗这个问题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之家竟对他产生了一种罪疚感，并且邀请他搬进自己家作为补偿。这难道不是他在之家心目中已经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人吗？一想到这里，他觉得学斗简直帮了大忙。接下来是那名叫明乃的女子，明明有机会一直留在之家身边，却贪得无厌，企图伤害之家。还有那个名叫大辉的警察，他一直在暗中监视之家，无论之家走到哪里，他都紧随其后。这样的男人简直让人反感至极。听闻此言，之家的面色立刻沉了下来。他推开佐和子，明确表示不容他这么评价。佐和子却是面无表情。难道仅仅因为你们曾共同锻炼过，你就这样维护他吗？但爱情远比这复杂。之家，你得擦亮眼睛，好好辨认对方。他每天都在祈祷，希望神能够守护之家，但你身边却只有无能之辈。因此他断言，神是不存在的。现在对他而言，之家才是他心中的神。他又开始谈论之家的家庭，表面看似幸福，实则破碎不堪。无论叔叔还是阿姨，都各自为战。至于你的弟弟庄平，早已意识到自己在家中的无足轻重，
因此他介入，将他变成了自己的支持者。他这样做都是为了救赎之家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之家。他希望你永远保持纯洁无瑕。听到这些，之家猛地一巴掌打倒了佐和子，随后笑着说：“你真认为我纯洁无瑕？你究竟了解我多少？你知道高中那个老师为什么喜欢我吗？因为他总是笑呵呵的，大家都觉得他恶心。我只是为了逗他才主动搭话，谁知道他却误解了我的意图。佐和子，你也是一样，我帮你只是为了自我满足感。至于明乃，他根本就是个无药可救的病例，对他的帮助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考虑。他感觉那个挂饰太俗气，便扔掉了。然而那正是自己精心挑选送给他的。如此看来，你真的了解自己吗？你这是在对谁起反感？还有雪斗的事，只不过是因为众人争抢，才引起了自己的注意，只是略微对他有些兴趣而已。尤其是比自己差的你，竟然能和他的关系变得这么亲密，这才是他想要真正得到雪斗的动力。你说家人虚伪，你以为我不清楚吗？那不过是一群有缺陷的人寻找慰藉，上演一出幸福家庭的戏码。但那个家毕竟是我的避风港，大辉同样如此。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爱的人。佐和子，你以为自己在帮我，但实际上一件好事也没做成。你这样的人。就在这时，突如其来的砸门声响起，冲进来的是雪斗的哥哥。他立刻拉着之家逃离现场，而佐和子则跪地恳求，苦苦哀求之家留下。在朦胧的灯光下，两个女人在激烈的锻炼。当之家的四肢像水蛇一样缠绕时，佐和子感到全身电流般的震颤。她微笑着配合地躺下，准备迎接之家的绝美姿态。就在她即将陷落之时，一把匕首突然抵在她的喉咙上。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！不久之前，雪哥终于将之家从佐和子手中救出。正当两人稍感安堵，血迹斑斑的星亚出现，堵住了去路。几天前，星亚收到了庄平的来信，他希望星亚能帮佐和子向之家复仇。尽管心中不情愿，但为了朋友的请求，他还是找到了佐和子。看着眼前的之家和雪哥，他一时间不知所措。雪哥见状，立刻上前劝解，希望星亚不要继续犯错。经过雪哥的劝说，星亚最终交出了匕首，决定与他们一起离开这个纷争之地。此时，之家却决定留下，逃避无济于事，难逃佐和子掌心之中，因此他决定留下，彻底了结这一切。他计划利用星亚带自己回到地下室。离开前，星亚不安地把折叠刀交给了他。过了不久，赶到的佐和子面对之家的凶狠表情，突然提到那个记者也是满腹怒火。听到这话，之家立刻回忆起与记者的最终邂逅。佐和子没有隐瞒，他说既然他那么渴望见到自己的母亲，他就亲手让他得偿所愿。事成之后，他意识到需要一个帮手，于是假借庄平的名义写信给星亚，请求他帮忙处理记者遗体，顺便请之家过来。然后他向之家揭露了母亲失踪的真相。多年前，整容手术后的他在医院外空等到天黑，母亲却未曾出现。回家却发现母亲与他人亲密无间。面对自己改变后的模样，母亲不但不问津，反倒邀请他加入。他怒火中烧，趁夜深人静将母亲埋藏于森林深处。起初他也打算与母亲同去，但想到还有知己，便选择继续坚强生活。多年后，母亲被埋之地竟建起别墅，这让佐和子心里无比不是滋味。自己亲手埋下的却如此，他虽孝顺，却无法忍受他人践踏母亲的安息之地。这就是他靠近那位富豪的原因。之家这才明白，即使他未出现，富豪家族也难逃佐和子的毒手。他强作镇静，站起身，充满深情地向佐和子走去。不必担心，从今以后，我将永远陪伴你身旁。这番话使佐和子异常激动，立刻热烈的回应。正是开头的场景，面对之家的出手，佐和子却毫不在乎，真实与否不重要，能听到之家的那番话，对他来说已经足够。听到佐和子的话，之家几乎崩溃。既然下不了手，那就一同毁灭。之家起身，浇满身体的汽油，准备点燃。佐和子看到这一幕，更是激动不已，与之家共赴火海，实乃至福。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欣喜。他也同样浇上了汽油。来吧，让我们的焰火更加璀璨。警方的调查后发现，别墅中只有一具焦尸。镜头切换，之家与雪哥坐在餐厅内，两人正谈论着未来的婚礼。刚出狱的庄平也电话祝福。之家与弟弟讨论起绘画，庄平感到姐姐的建议十分陌生，这话仿佛佐和子所说。雪哥也感到困惑不解，他察觉到之家似乎变了个人。之家，我们是同一人。故事至此画上句点。至于结局中的之家是谁，连我也无从知晓。或许是大火将两人合而为一。